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完成。宁海广场承载了我妈妈太多的心血，可她活着的时候，却没能将它变成现实。我一定要完成她的心愿，把宁海广场建成。相爱总是很好，偶尔幸运闪耀，浪漫还在环绕，是一切美好幸福信号。不快乐，一瞬间却宁海广场的重建不仅可以完善城市功能，还能给城市注入新的活力。请看大屏幕。当我发现变成了 someone like you， 我最爱的为你所有，就算时间重来，只要你在就安心。Someone like you， 牵你的手，我就是 someone like you， 交换永恒伴你左右，把眼泪留从前，幸福蔓延到永远。妈妈，我一定会让宁海广场成为宁海的骄傲。项目重启比我预想的还要顺利，现在就只剩下一件事情了。别着急啊，这段时间啊，蒲凡和小破也都没有闲着，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去打探这个紫玫瑰纹身究竟出自于哪个纹身师之手，我想很快就会有答案的。喂，悠悠姐，我找到纹身师了，马上把他带过去。好。哎，这个玫瑰是我当年最得意的作品啦。我记得纹身那个也是个女人，好像就叫玫瑰啊。那玫瑰是真名还是艺名？来喽，我又不是警察，我问那么多吗？客人给我钱我就做了。那您还记得她的模样吗？不记得啦。你再好好想想呢。我每天很贵的啦，每个小时。其实我这个人对我的客人都是过目不忘的。当年这个女人好像跟我说过，她有个男朋友叫尤震，是星耀集团的老总，好像后来出事了。新闻上说他贪污害人，如果你们能找到他，他应该是最清楚的。以后如果你们需要纹身，找我啊。他有一句话倒是提醒我了，当年的事应该找当年的人打听才对。阮姨，激动出来这么大的喜事啊！我们一直没时间聚，今天呢，咱们终于有时间庆祝了。来，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就是根据悠悠的口味做的，你别嫌弃啊，多吃点，别客气。谢谢。来，小心烫啊！干嘛？这段时间光顾着忙宁海广场项目的事情了，都没顾得上来看你。这样吧，我先自罚一杯。哎呀，好了好了。不过据我所知呢，虽然安国轩之前的款项已被追回，但是星耀集团负债累累，已经面临着破产边缘。2次融资会之后的暴雷，更是让很多的投资方纷纷撤资，不再相信星耀集团的承建能力。这个项目的缺口真是不小啊。这个呢，是我根据宁海广场的现有情况做出的设计方案，也结合了当下投资方最喜欢的商业元素，说不定能拉来一些资金，缓解一下你们的燃眉之急。我希望能帮到你们。
让干妈费心了。不过不用了，怪我没来得及告诉你，项目缺口已经补上了。让他起死回生一定很辛苦吧？其实啊，出力最多的是祁东，是他一趟一趟跑住建局，让领导们重新信任了星耀的承建能力。星耀也在住建局的帮助下，协调说服了多方投资人增资扩股，这才把项目缺口给彻底补上了。其实，宁海广场本来就是政府的重点项目，我呢，顺水推舟而已。最重要的是，悠悠拿出来的设计方案是根据齐阿姨的设计图纸进行了改良以及优化，获得了一致的好评，这才是项目能够重启的关键。齐兰的设计理念啊，确实很超前，就算放到现在也是耳目一新。你们两个就不要互相吹捧啦，都有功劳。悠悠啊，以后遇到事情第一时间告诉干妈，听到了吗？谢谢干妈。祁东，你也算是我半个女婿了。之前我确实是阻挠过你和悠悠，但是后来你对悠悠的好，我也看在眼里，所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以后啊，咱们一家人，一条心，我们一起去保护悠悠。一定。干妈，你和祁东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人，谢谢。傻孩子啊，咱们一家人不说两下话，快吃，都凉了。来，来。刚才听到的话，给我烂在肚子里，半个字儿都不许透露。成交。这汤真鲜。对了，干妈，我还有件事情。悠悠。原来阮姨和你爸妈是大学同学啊，怎么没有听你说过呢？你才知道啊？我还以为阮姨和你妈妈是闺蜜，你爸爸才是插足的第三者呢。别乱说。不好意思。其实祁东猜的也没错，我和他妈妈确实是高中闺蜜，我们2个最后上了同一所大学，选了同一个专业，还住在同一个寝室，关系啊当然是比别人更亲密了。也是那个时候，我们认识了你爸爸尤震。孩子说什么呢？啊，对了，你刚才问我什么呀？啊，我想问你这个鸡汤的配方，我想等学会了以后给祁东做。这还不简单，下次早点来找干妈，干妈教你。
好。刚刚为什么不让我问干妈关于玫瑰的事情？因为我怀疑她就是玫瑰。不可能！为什么？虽然当年我在安国轩那儿只看到了她和高琴，但是我还发现了一枚女士的胸针，和她在照片里戴的是一模一样。这枚胸针的款式很常见啊，又不是独家定制的，或许只是巧合呢。况且，你刚刚故意碰掉筷子，是为了看干妈脚踝上的纹身吧？可她没有纹身，对不对？但是我们也曾经分析过，以你爸爸的谨慎风格，除非是亲信出卖，安国轩是没有办法将所有的罪责推到他一个人身上的。而且最近玫瑰再次现身，能在安国轩眼皮子底下掌控高珊珊，指使他纵火烧资料，并且还能提前一步到达瑞士银行，这一切的一切都围绕在你一个人身上，你不觉得巧合太多了吗？可是，我们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啊。这些我会调查清楚，我也很希望与阮叶无关。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我跟你说了，别再来缠着我了。我就想缠着你。我来是有话要跟你说的。我怀孕了，你不开心吗？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当然是生下来了。你不是很喜欢女儿吗？我打算给她起名，也叫悠悠。这样，我们两个就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女儿了。阮碧，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我们俩已经结束了。我有家庭，我们俩是不可能有结果的。而且，我只有一个女儿，那就是悠悠。爸爸，你在干什么？我走了。我跟你说，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有朕，有朕，有朕！悠悠，爸爸刚才给你买冰淇淋，可惜啊，那阿姨说冰淇淋卖完了。很遗憾，孩子没保住。女儿乖，妈妈已经快完成所有的计划了。当年伤害过我们母女的人，现在都已经付出代价了。
尤真疯了，秦岚死了，安国轩后半辈子也彻底毁了。现在该轮到瑶瑶了，她夺走了你的一切，夺走了你的生命，夺走了你的名字，夺走了你的父海。我要让她失去所有，绝望致死。不凡，想办法把尤尤的检举信弄到手，和这封信上的字迹做一份对比。东哥，那封检举信不是阮碧交给尤尤的吗？难道你在怀疑？放心吧，东哥，我立刻找最专业的团队加急鉴定，48小时之内给你结果。东哥，检举信和情书的字迹比对结果出来了，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如果他足够谨慎，这10多年的时间，也足以将所有的痕迹掩盖了。有可能是搞错了吧？没错，阮碧就是玫瑰。不凡，你先出去吧。所以你查到证据了？嗯。那天我回到公寓，想到你说的话，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我妈妈的墓地，我想找她说说话。你好啊，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昨晚台风暴雨，墓地冲垮了，我们正在维修呢。那张 B 超单上的时间，和信中所说的怀孕时间完全吻合。我还一直以为那块墓碑是阮碧为我而立的，却没想到是为了祭奠她未出世的孩子，而且也取名为悠悠。还有那枚胸针，她也一并埋葬了，想必是恨极了我爸妈。我给了管理员一笔钱，让他处理好了。
你心里早就已经有计划了。怎么约我到这里啦？怎么了？干妈，我爸妈当年有没有跟你提过一个名字？玫瑰。听过，前几年去看过你爸，他嘴里一直喊着玫瑰，怎么了？玫瑰是我爸的出轨对象。你怎么这么确定啊？我爸藏了15年的玫瑰种子，里面有他和那个女人的信。不可能，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尤正和齐兰他们俩的感情我能不了解吗？他们俩彼此深爱着对方，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如果不是亲眼见到那些信，我也不愿意相信这些是真的。干妈，我妈真的什么都没有跟你讲过？其实你妈妈呀，她是一个看似柔弱，但是最不喜欢示弱的人。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那她也一定会藏在心里的。上一代有上一代的事，你也不要想太多了。现在妈妈去世了，爸爸又是这么个情况，你也无从查证啊。就让它过去吧。过不去的。那个玫瑰，到现在都没有收手。他不仅操控了高珊珊，还想要拿走能救祁东的那笔钱。其实我见过他2次，一次是在瑞士银行，另外一次就在这里。不过当年我不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后来我在他和我爸的信里发现，那天他告诉我爸，她怀孕了。不过那个女人终究是输了，我爸他选择了家庭，选择了我，所以即便她怀孕了又能怎样？一样抓不住我爸的心。那个本该是我妹妹的女孩，没能来到这个世上，我想我本该难过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为她感到无比的幸运，因为她的母亲是一个伤害别人家庭的第三者，还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即便她被生下来，被这样的母亲抚养长大，也一样不会幸福的。干妈，你之前说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找你。所以，你一定要帮我把它挖出来。放心，干妈一定会全力以赴。谢谢你，干妈。不过眼下，宁海广场重启在即，那是我爸妈共同的心血，所以，我一定要让这个小三看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想要的，永远都得不到。我们即将迎来宁海广场的正式动工。首先，有请宁海广场项目总设计师齐格格小姐上台讲话。大家好，15年前，有一个女人曾在这里对她的女儿许下一个诺言，会把这里建设成一个会发光、会唱歌的超级8音盒，让这里成为所有宁海小朋友的童年回忆。这个女人就是宁海广场项目的前任总设计师齐兰，而我就是她的女儿游游。如今，宁海广场的设计方案就是在我母亲设计初稿的基础上完成的。当然，
我也会拼尽全力兑现他当年的诺言。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让友友身败名裂，毁掉宁海广场项目。好的。拿把铲子来。好。的宁海广场项目重启动工建设，然而项目开工没有多久就出现了坍塌事故，致使多名工作人员受伤。根据了解，现任总设计师齐格格的真实身份正是前已故总设计师齐兰之女，而此次的设计呢，齐格格也是基于齐兰的设计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造。请大家冷静。15年前，宁海广场发生意外坍塌，时至今日悲剧再现。你认为建筑图纸在事故中是否应该承担重要责任？大家好，我是宁海广场现任总设计师尤尤。对于本次事故，请允许我向大家澄清一下。宁海广场的建筑图纸早就经由专业的建筑评估机构进行过详细的安全评估，以确保建筑结构的安全性、合规性以及稳定性，是完全符合建筑施工的安全要求的。这都是你们联合起来骗人的把戏！冷静，各位冷静一下。来，各位听我说一句，现在事故还在调查当中，请各位给我们3天的时间，我保证还给各位一个真相。什么真相？我的儿子就是被你们害的，他的伤你们要怎么赔？赔偿！赔偿！我们要赔偿！赔偿！有什么事儿冲我来！干妈，阮总，听闻您跟已故的总设计师齐兰是挚友，您认为齐兰的设计是否有缺陷呢？齐兰的确是我的知己闺蜜，她的死我很痛心，但是我敢用人格担保，她绝对不是你们口中所说的不负责任的设计师。尤尤作为她的女儿，更是青出于蓝，我100%相信她的能力。真正事故的原因，如果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绝不推卸。我在这里代表尤尤向大家承诺，你们每一位受害者都会得到我们最高规格的赔偿和治疗，所以请大家放心。可是据我们所知，在这个事故发生了之后，很多投资人纷纷撤资，那宁海项目其实也面临破产。您从哪里弄到钱来兑现这个所谓的承诺呢？你没有钱怎么赔偿啊？我再次重申，宁海广场的项目不会停工，资金缺口将由碧海集团来填补，我也会带头融资，将项目继续推进。至于你们大家担心和顾虑的设计问题，请大家放心，我会重新拿出一套方案给到你们，请大家相信我，一定不会让你们重蹈覆辙。干妈，一定是那个女人在动手脚，一定是她。
除了他，我想不到第二个人了。你先别着急，我们现在先要搞清楚，他在我们工程当中动了什么手脚，才能把他揪出来。这事交给我吧。不行，现在悠悠是最脆弱、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陪着他比什么都重要。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查出来。你们等我信儿。当务之急啊，是要把这个项目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这是你妈妈的心血，不能再毁于一旦了。可如今各方撤资，资金缺口过半，很难再补上了。我刚才说的话，不是在应付记者。我会入股这个项目，并且我会发动我身边所有的资源，帮这个项目找到新的融资。我绝对不会让这个项目重蹈当年的覆辙。干妈，对不起，我又把你牵扯进来了。我怎么总是让你为我操心？你说什么呢？你是我的女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好点了吗？好多了。就是想到阮碧那副假惺惺关心我的嘴脸，我觉得恶心。放心吧，这出戏他唱不了多久了。他今天提出入股宁海广场项目，不就是想趁火打劫，借着这次塌方事故，成为项目最大的股东吗？那就如他所愿，先让他入局。他在你的刺激之下，已经露出了马脚，气急之下制造的塌方事故，漏洞百出。不凡目前正在24小时监控他，我相信不用多久，就能找到动手脚之人。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一定很快能查到他犯罪的证据。最后，我们再将他踢出局。等到阮碧落网之后，这笔资金也会继续留在项目之中，也算是借他之手，让宁海广场完工了。东哥，查到了，我偷偷安装的监控拍下了整个过程，没想到还是个熟人。谁？满意吗？满意。不管你有什么办法，毁掉宁海广场项目。好的。你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很满意。在安国轩身边隐藏这么久，他落到这步田地，都不知道你会是我的人。哦，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不让芭比姐直接暴露悠悠的身份呢？你呀，最大的优点就是简单。那么早暴露悠悠的身份，我还玩什么？我就喜欢看他们狗咬狗。说吧，接下来做什么？这段时间啊，你去海州避避风头吧。那你呢？坍塌事故只是一个前戏，重头戏呀，还没开演呢。现在这个赵科是一切的突破口，务必找到他。明白。醒了？
不凡已经查到赵克的航班信息了，他坐今天的早班机去了海州。他逃不了的，我们现在就出发。这艘船是吧？是。走吧。